各位朋友，郑丽文一手天牌打得稀烂，除了来美国出丑以外，又谄媚的拿着100万送到了日本驻台协会啊。从那以后呢，郑丽文的声望在海峡两岸可以说是有一败涂地了。2028候选他就别想了。2028那个岛内的人士，尤其是吴子嘉认为那就是卢秀燕了。针对赖清德和卢秀燕谁会选赢2028的问题，媒体人吴子嘉在9日的节目中表示，赖清德的赢面比较大，因为国民党有一个咖在后面，那就是郑丽文。郑丽文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贵人。这个呢，不是吴子嘉第一次这么说，也不是吴子嘉一个人这样说。郑丽文的因素有大到让赖清德当选，卢秀燕落选的程度吗？他能够这个左右就是台湾的选举的成败吗？这个事儿，吴子嘉说的，你们认同不认同啊？各位？那吴子嘉对这个郑丽文为什么这么大意见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吴子嘉呀，他说呢，我一直讲这个郑朝方就是在这个选举中的民进党的一方，他搞钱但是郑丽文呢没有谴责过一次郑朝方的操守不良。这个国民党主席很奇怪嘛，郑朝方搞钱的资料我都寄给郑丽文了，郑丽文居然没有出来谴责过，这是在帮谁呀？那么吴子嘉呢，多次在节目中呢，确实揭露过郑朝方搞钱的证据，有银行的汇款记录，有收据记录，有金钱的流水记录。但是呢，郑丽文一次也没有批评过郑朝方的操守问题，国民党也没有跟进揭发郑朝方搞钱的事实，是吧？这玩意儿你在选举中这么重要的证据，郑丽文都不用的吗？不知道郑丽文是怎么想的吴子嘉还说说郑丽文和陈建贤之间有私交，我不好意思讲，怎么样的私交心里有数，我要都抖露出来，郑丽文就挂了，郑丽文就完蛋了。那至于吴子嘉说的那个郑丽文和这个陈建贤到底有什么猫腻而且呢，吴子嘉呢一直针对郑丽文的新竹县的初选郑丽文一直讲呢，徐新莹和郑朝方是选情五五开嘛。吴子嘉就说，我警告过郑丽文，你要再这样搞，我就把你的老底儿兜出来，不要逼我他娘的让你难看这是原话我是答应朋友不要讲坏话，可是郑丽文一直挑衅，把我往红线逼。这个吴子嘉这是说的是啥意思呢？吴子嘉把那个郑朝方的这个舞弊的资料给了郑丽文，郑丽文就是不往出放，就是不用，把吴子嘉给逼急了说他掌握着这个郑丽文的老底儿，而且是一招毙命的老底儿。郑丽文和陈建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台湾的粉丝们，你们说呢？一句狠话直接炸台，吴子嘉节目当中警告郑丽文别再瞎扯，今天就是最后一天。8月4日晚，台湾名嘴吴子嘉在节目上罕见大发雷霆，当场正面硬刚郑丽文，语气严厉，毫不留情，直接当众警告，让郑丽文立刻收手，不要再鬼扯淡。这番当众撕破脸的怒斥瞬间引爆岛内舆论，很多人疑惑，一向理性犀利的吴子嘉为什么突然情绪失控，当众痛批郑丽文。看完整件事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他不是冲动发火，是真的急眼了。整件事的导火索全都源于郑丽文的一场新竹助选之行。今年年底，台湾新竹县长选举备受关注，国民党早早敲定参选人徐新莹，全力备战大选。但蓝营内部一直藏着一颗定时炸弹，那就是初选遗留的9万元。党内初选阶段，陈建贤遗憾输给徐新莹，心里一直憋着怨气，始终无法释怀。初选结束，本该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可这场党内纷争迟迟没能落幕。两股势力僵持对立，蓝营内部整合彻底停滞，人心涣散，战力割裂。在这个关键节点，郑丽文专程奔赴新竹，本意是出面调解矛盾，抹平分歧，整合蓝营选票，帮徐新莹稳住选情。
出发点是维稳团结，结果操作完全跑偏，好心办了大事。你看啊，郑丽文到了新竹之后，非但没有淡化初选恩怨，安抚各方情绪，反而不断重提初选旧账，反复拉扯过往矛盾，看似是调解纠纷，实则是再次掀开旧伤疤，让原本松动的对立情绪再度激化。这波操作直接看得吴子嘉火冒三丈，再也坐不住了。你觉得选举在即，反复翻内部旧账是明智之举吗？吴子嘉在节目里直言不讳，狠狠点破核心问题。现在的大选局势早就进入白热化阶段，民进党早已全员集结，火力全开，全力冲刺年底县市选举，所有精力都放在对外作战上。反观国民党，大敌当前，还在纠结内部初选的鸡毛蒜皮，还在消耗内耗，自我拉扯。往深了说，选举最忌讳的就是内斗不止，人心不齐。郑丽文不断重提初选旧账，最大的危害就是彻底激化对立。每多提一次过往纷争，陈建贤支持者的赌烂票就多一分，怨气就重一分。原本可以整合的选票彻底无法收拢，原本可以抱团的力量彻底分崩离析。学习营的支持者无法凝聚，蓝营基本盘越散越开，完全是自毁选情。更致命的是，对手根本不会给蓝营内耗的机会。吴子嘉在节目中直接亮出底牌，当众拆解残酷局势。此次新竹县长选举，民进党推出的强劲对手是郑朝方，他不仅根基稳固，人气不低，背后的金流资源更是十分雄厚，竞选底气十足，后劲极强。吴子嘉当场公开郑朝方的金流数据，直白示范什么叫专业辅选、精准备战。两项一对比，差距一目了然。对手在全力扩票，布局选情，蓝营核心人物却在疯狂内耗，撕裂票仓。吴子嘉气得直言，郑丽文现在的每一次拉扯，每一句旧账，都是在变相帮对手抬轿子。自家不断内耗失分，对手顺势坐收渔利，这根本不是辅选，是妥妥的帮倒忙。这个道理特别通俗，就像邻里博弈，自家兄弟还在闭门吵架，互相拆台，隔壁对手早就守在门口，等着捡现成的便宜。内部越闹，分歧越大，外人就越容易趁虚而入，轻松取胜。家庭如此，政党选举更是如此，内耗永远是失败的最大根源。很多网友看完这场论战，纷纷感慨吴子嘉话糙理不糙。虽然当众怒斥，言辞刺耳，但句句都是大实话，精准戳中蓝营当下的最大困境。曾经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时，吴子嘉、侯友宜全力配合，团结一心，最终稳稳拿下胜局，所有人都功不可没。可如今郑丽文这波操作彻底消耗了大家的信任，让无数支持者倍感失望。现在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年底新竹选情本来就压力巨大，竞争激烈，蓝营本该放下过往恩怨，全员抱团，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对抗民进党。可偏偏有人执着于陈年旧账，不断制造内部矛盾，亲手瓦解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吴子嘉那句最后一天的警告，看似严厉不留情面，实则是恨铁不成钢的警醒。他不是针对郑丽文个人，是看不惯这种无时无局的内耗行为。大选在即，最无用的就是翻旧账搞对立，最珍贵的就是人心齐，步调一致。说白了，选举拼的从来不是过往恩怨，是当下的团结，整体的战力。内部不和，外人必胜，内部同心方能取胜。蓝营如果继续沉溺初选纠葛，不肯握手言和，停止内耗，不用对手出手，自己就会输掉这场关键选举。选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谁在踏实做事，全力备战，谁在刻意添乱，制造内耗，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所有无效内耗，最终都会体现在选票上；所有错失的团结，最终都会变成落败的伏笔。这场当众撕破脸的怒斥，不是争吵闹剧，是最及时的警钟。停止内耗，一致对外，才有翻盘机会。执着就业，自我拉扯，只会满盘皆输。那么你觉得郑丽文的操作是好心办坏事，还是真的不懂选情大局？国民党还有机会稳住新竹选情吗？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我请教一下帅将军哦，对于陆克文的这样一个论调，我觉得不是误判，对他不是说误判28的确是一个关口，我们中国人讲是个诀，这个诀过不过得去？对，为什么它是一个诀呢？因为28如果还是台独当政，而且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解决它所谓历史上的一个使命？对不对？这个中国人传统是把统一当成国家的大业，没有人敢说我坐任这个状况。但是这个状况里，毛泽东也讲过，两岸的问题放他个100年，又怎么样？你能做什么？你当年老讲还有反攻大陆的一个企图，跟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政权不稳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威胁，连着美一起搞反攻大陆，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危害只有说你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这个历史使命。但是问题就是说，刚刚杨老师讲的不统而统，也是现在他的一个企图。他的大前提是什么？不统而统里面有个大前提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说美中开始谈判的时候，一定是台湾问题是列入美国共管。美中共管的一个议题，因为中国要求的这个红线，你美国要不要答应？迟早在摊牌的时候，美国是不是让步？让步就是说台湾问题我放弃了，我不管。但是我们看美国的作为啊，也的确是，怎么讲呢？他拼命在鼓吹军购，对不对？把钱搬走，因为台湾已经在他眼里是不构成台湾在第一岛链能够有效抵抗跟消耗中国大陆的棋子，美国押宝全部压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的人口够，武力够，抗中的意志也够，台湾只有一撮人的抗中意志够，其他人并不见得愿意全部投入这个战争。这个问题是美国很清楚，这边在搬军售的钱，那边在搬台积电的厂，这就是我搬不走的。以前还有人讲我把它炸了。这是有一部分鹰派的一个看法，但是美国炸，哎，连你这个台积电都炸了嘛，你不能给大陆所用嘛，所以美中的对抗是必然的，这台湾就变成一个可以交易的一个棋子。当这个交易的棋子中国拿到以后，下面的手段就是不统而统，就是我开始海警在你四周，对不对？我也不杀伤一个台湾的老百姓，让你感觉到生活困顿。要打破这个困局，政党改变、谈判，这个时间，当然如果还不行的话，武统是他最后的手段。所以我觉得28是一个关，就看怎么处理，台湾自己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放任，让台独的挑衅越来越多，这个耐性是有限的。是，我觉得菲律宾那边已经充分表现中国大陆的耐性了，这么多碰瓷的行为没有动手。钓鱼台这种是问题也没有动手，台湾问题比那些问题更严重啊！你要不要解决？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只是看台湾自己能做的事情，要谈判。你不谈，你坐任台独在这边发展，那你就迟早免不了有战争的威胁。即使不打仗，也让你围困的锁台跟穷台，让你受不了。假如真的如台湾的各界所担心的那样，郑丽文成了赖清德2028年的选举的最大的贵人，又让民进党上台了啊！帅化民老将军也说了，那就等着武统吧。中国的这些网友说，没有2028了，还等到你2028，现在就干。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